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對流量斷捨離，為戲減重20斤，憑這硬扛娛樂圈風雲。刷到了肖戰最新的消息的時候，我愣了下，沒有認出來，真的沒有認出來。並不是說他的臉變樣了，五官還是原來的五官，但是整個人散發出來的氣質卻不同了。以前的肖戰，即使隔着屏幕，你也能夠感受到一股勁頭，那就是偶像藝人的那種時刻緊繃着的感覺，生怕出現任何錯誤。但是這一次不同，放鬆了，堅定的，甚至有一種，怎麼說呢，愛誰誰的從容不迫。變化並不是沒有預兆的。8月3日，新華社、解放日報一起宣布，肖戰成為第48屆世界技能大賽推廣大使。如果放在內地娛樂圈裡的話，那麼它的含金量不需要我說太多。緊接着在8月13日的時候，Gucci 世界名畫系列手繪牆 3.0 版在上海豐盛裡開畫了。整面牆都是用純手工繪製而成的，所呈現出來的就是他在 Gucci 最新季節全球成衣廣告中的形象。同一天，莫德賢全網累計總曝光超過5億次，並且連續登上26個微博熱搜。到了815日本戰敗的日子的時候，他就把紀念微博給轉發了。8月16日，在網絡上又傳出他直言不諱地說出自己的觀點，不需要粉絲應援，並呼籲粉絲要優先考慮自己的學業和生活。你們發現沒有？一系列的動作非常密集，並不符合一個頂流應該具有的常規行為。沒有私番位，沒有炒緋聞，也沒有靠綜藝節目刷臉來保持熱度，全部都是實實在在的作品、身份和表態。但是真正使我感覺到他變了的事情，另外一件。8月14日，一條熱搜出現在那裡，肖戰收工給劇組做飯，39萬熱度，在微博文娛榜上排名第6。有人認為沒有什麼好說的，頂流炒個菜而已。但是你們細細品味一下這個細節所蘊含的信息量吧。10日中煙劇組，他駐組111天。7月30日，在青島東方影都拍攝的最後一場戲，一直到凌晨5點32分才結束，一共持續了15個小時。殺青的時候，他用角色旗下來請大家吃漢堡，他自己沒有吃。一個拍了111天戲，熬了15個小時大夜的人，在收工之後的第一件事情，並不是補角，而是走進廚房為朋友們做菜。請問我是這樣說的吧？比起所有的通稿來都管用。再想一想，在這過去的1年裡，他是怎樣做的呢？為了解釋小城良方中神經外科醫生劉增亮的情況，減去15至20斤左右，臉部出現凹陷現象，手背上的青筋也變得明顯起來，聲音由以前清脆的聲音變成現在的低沉沙啞，帶有東北味兒的嗓音。在整個過程中都是原聲配音，用2000張豬皮來練習外科縫合，提前到農村去蹲點醫院實習，並且專門學習東北方言。這部戲將於8月17日在中央電視台8套播出黃金時段。為了解決諜報上部封頂中關於潛伏特工任少白的問題，進行減重塑形，並且專門研究摩斯電碼以及格鬥的基礎知識。根據德賢警志中對南京鉗工莫德賢的要求，他刻苦地學習了南京方言，並且把台詞發音練得很地道自然。老戲骨楊新明對此感到非常驚訝，並且表示自己的方言表演完全沒有違和的感覺。制片人侯洪亮的看法更加苛刻，不刻意神化英雄人物，也不強求拔高人物形象，準確把握住了角色層次感。為了解決10日中煙中的人物旗下的問題，在這裡我需要向大家表示感謝，並且要對我的工作進行評價。就算這樣大的工作量，換成你是能承受的了的嗎？有的人可能會說，
他不是靠着流量來走紅的嗎？換了個人也有這樣的資源，也可以紅起來。我不同意。流量這個東西，你可以砸錢買到熱搜，但是買不到新華社的官方聲明；可以買到粉絲應援，但是買不到央視8套黃金檔的排播；可以買到品牌的代言人，但是買不到 Gucci 連續3年成為世界名畫的手繪牆待遇，更買不來一個黑粉發了近200條造謠視頻和評論，法院判賠1萬塊還拒不道歉，最後被法院強制執行的待遇。說到這兒的時候，大家都知道8月14日還有個熱搜嗎？肖戰黑粉不道歉被強行帶走。被告使用涉案賬號發布了將近200條視頻博文以及評論，法院判決要求刪除侵權內容，並向原告賠禮道歉，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和取證費共計10500元。於是這個人不認錯，肖戰申請了強制執行，一共是200條，沒有放過任何一條。這說明什麼？表示這個人大概不會再用嘴巴說話了，懶得去解釋，懶得去賣慘，也不願意和你在網上爭論。你罵自己的，他拍自己的戲，太過分了，到法院去。其實這樣的態度比起所有的公關稿來都要強硬一些。有人認為肖戰不屬於最火的那一波人，我不清楚說出這句話的人是否對於紅的認識存在偏差。可以讓 Gucci 在上海市中心砸下一整面牆的手繪藝人，可以為品牌方把整趟專列車廂都鋪滿廣告的手繪藝人，能夠讓新華社發文宣布為世界技能大賽推廣大使的藝人，你認為這叫不算最紅？但這不是重點，主要說的是這個人在以一種非常不流量的方式生活着。大家看下8月16日曝光的那個採訪，肖戰說：“我自己不需要粉絲應援，呼籲粉絲優先考慮學業和生活。”一個依靠粉絲起步的頂流，在自己口中說出不需要應援的時候，是不是有點不可思議呢？這叫做反人設，並不是人設。再看下他對自己的工作角色的認識。在2026年人物5年專訪中，他說過一句話，被新華社、央視轉發，人生沒有突然醒悟的時候，只有點點滴滴的積累。聽着像雞湯，但是把這1年他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串起來看的話，減肥20斤，學習方言，練習縫合，駐紮小組111天，凌晨5點30分收工。殺青請客自己不吃，把這些點滴加在一起，就不再是雞湯了，而是行動清單。我一直覺得，在娛樂圈中最高級的人設就是沒有人設。肖戰所做的事情，從本質上看就是和流量的標籤進行切割。他不希望成為頂流，或者說，他要證明頂流也可以是演員。不是依靠粉絲操控評論來塑造出的演員，而是通過作品、角色以及凌晨5點半結束的工作時間堆積起來的演員。8月19日是農曆七夕，在這一天裡，他將會參加 YSL 美妝在港舉行的活動，這是他在10日中煙殺青之後第一次對外亮相。港鐵已經把他的廣承包了。到時候一定會又是熱搜的一波，又是生徒封神的一波，又是哥哥好帥的一波評論。但是你們是否考慮過，剛剛拍攝了111天的戲份，為了塑造的角色而減去了20斤體重，在凌晨5點半的時候就結束了工作，還在想着給劇組做飯的人，站在品牌的聚光燈之下，他的腦海裡會想些什麼呢？是想到今天的造型好不好看嗎？還在考慮下一出戲該怎樣演出呢？我認為答案已經很明了了。因此，回到最初的問題上，肖戰變了嗎？變在哪？並不是造型變了，也不是氣質變了。他終於不再去證明自己是誰了，他開始去證明自己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。
這是最為殘酷的變化。你覺得怎麼樣呢？在評論區說說看吧。